没有人可以逼得了中国针对稀土来做松手，所以呢，欧盟内部传出有人就开始怒轰荷兰的政府。现在欧洲到底有多慌张？最讽刺的事情是，美国一出手，荷兰就立刻听话了。他只会听美国的话，是这样吗？他只会听美国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他根本就是个走狗。这个跟国家安全什么关系？美国不是跟中国谈好了吗？然后呢，荷兰还是出尔反尔，态度一定要硬起来，也一定要采取反制的措施。谁敢现在帮安氏半导体供货，我就断他的稀土来源。所有的中国的企业不准再接他的单，不准买他的产品。那你觉得他会不会怕到？中国大陆的政府包括了这一次可以说是请国家之力来协助安氏，有一个重点的一个地方可以看出来，就是中国这一次出的狠招，就是它的稀土的，它的关键的杀手锏，怎么样来限制住欧洲的稀土？我们要来看到它最新的出招哦。欧盟的委员他最新已经说了，他说我们给中国已经有2000件的这个稀土申请案，当时是透过这个叫做稀土特别管道和中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希望能够申请到，没有想到中国大陆这一次是慢慢的做稀土的审查，到现在中国只批准了一半，而且还有一半都还没有做批准。现在欧洲的企业真的是人心惶惶了，因为很多的车厂再拿不到晶片就要被迫停产了。欧盟私下就认了，说确实是这样子的，短期内没有人可以逼得了中国针对稀土来做松手，所以呢，欧盟内部大乱，传出有人就开始怒轰荷兰的政府，给政府不断的施压，说你再不放行安氏给中国，欧洲就要崩盘了。我们看到这个是中国大陆的强硬手段，针对于欧洲国家，但是另外一头，荷兰似乎也没有要松动，却是听美国的话。这次美国出手了，荷兰才稍微态度放软。我们来看到荷兰的经济事务部最新紧急声明说，这是最新消息，今天的新闻已经收到了中国和美国就最新的贸易协议通报。荷兰表示欢迎中国恢复对安氏中国厂的供货。金长也说了，中国的供应至欧洲和世界的晶片将会在未来几天之内就会送达给安氏的客户了。所以接下来要请教杨老师怎么判了。中国这一次用出的就是慢慢去审批这2000多件的稀土案，是它的杀手锏吗？现在欧洲到底有多慌张？最讽刺的事情是，美国一出手，荷兰就立刻听话了。他只会听美国的话，是这样吗？杨老师怎么看？他只会听美国的话，在这个世界上，他根本就是个走狗。其实荷兰我非常替他惋惜。你知道，16世纪的时候，荷兰根本就是世界霸主。我们今天所看到的这些股市、金融体系，都是荷兰那个时候所创建出来的。各位要知道荷兰还有 Netherlands 这两个其实这个地理范围不一样Netherlands 是这个国家的名称，因为我们通常把它叫荷兰，可是事实上荷兰只是 Netherlands 里面2个省份，而那2个省份叫荷兰，在整个16世纪的时候，它是在全球贸易的主导。然后一直到现在为止，他在欧洲的角色都很关键。就没有想到，你看他在这个事情上，因为美国9月份通过的那个50%的穿透关税，2个礼拜之后，荷兰的经济部长就开始对安氏半导体下手，因为安氏半导体是文泰科技拥有100%的这个持股的，那本来是要倒掉的，几百亿美金把它买下来，然后呢，把它引进更多的客户，尤其中国大陆的这些需求引进来。那由在英国跟德国的这个制造厂制造，然后呢送到了中国大陆东莞的封装厂，80%送到那边。可是你知道那个封装厂每年做多少颗半导体吗？800亿颗，很夸张因为一个车子至少要用500颗，电动车要用到1000到2000颗，如果是智能车，可能用到2000到5000颗，所以它这个量的需求非常的大。那这个跟国家安全什么关系？我跟你讲，没有车子做不出来才影响国家安全呢。可是现在，美国不是跟中国谈好了吗？然后呢，荷兰还是就做这个动作，出尔反尔。我个人觉得，我还是希望中国大陆采取更强硬的手段，而且要搞清楚，第一个是美国，然后是荷兰政府，然后才是那个安氏半导体，安氏半导体里面有一些它的就是当地的这些雇员管理阶层的开始集体叛变，然后把这个所谓就是执行长的一些什么做的有没有的东西，但现在知道有些根本是假的，然后呢要把他赶走，让他们以及荷兰政府取得这个控制权，这不就海盗国家？对
这不就国有化？那你这个接下来你做出来的东西，你送到哪里去封装？我觉得中国第一个，你要不要针对美国？你说你这个50%的传统关税，你要告诉荷兰政府，否则我不跟你签。你稀土延后1年，没有这回事。态度一定要硬起来。针对荷兰政府呢，也一定要采取反制的措施。针对安氏半导体，我觉得更简单。谁敢现在帮安氏半导体供货，我就断它的稀土来源。我们所有的中国的企业不准再接它的单，不准买它的产品。那你觉得他会不会怕到？会。不然我跟你讲哦，这个是会野火燎原的。因为有几千家在中国在全世界拥有持股过半的这些公司怎么办呢？将来随时被人家抓起来，就当这个等于是来欺负你吗？中国大陆一定这方面要强起来。好，刚刚老师帮我们特别讲到了说这个稀土是杀手锏嘛，所以如果哪一个国家敢对中国反抗的话，那是不是就来断稀土？那首先就会看到说会不会断的先是几个国家，包括德国跟英国。原因是因为德国跟英国在安氏在这2个国家都设有制造的基地，北京不可能从这几个国家先出招。等一下来请教张将军。另外我们来看到因为稀土断了，有一些后续的影响，我们稍微统整一下美欧日汽车产业的冲击。首先是德国的汽车零件供应商紧急的，现在赶快跟中国做这个洽谈，施压荷兰。另外就是德国的汽车零件的巨头采埃孚也说了，正在和中方谈判，确保晶片供应的稳定。其他汽车包括了 BMW、宾士、福斯都已经暂停了，他们靠的就是库存来勉强的生产，包括了日系车厂Honda、本田部分的海外工厂被迫减产甚至停产。那么日产、尼桑、九州厂的这一些畅销车款已经确定了部分来做减产它的休旅车。其他包括了零组件的厂商来自于日本、欧洲跟南韩，也都使用安氏他们的晶片，全部都会受到波及。接下来北京可能先断了哪一些国家的稀土来处理这样子的问题呢？面对这样的问题，欧洲国家有没有可能持续向荷兰来做施压？张将军又怎么看？我认为这个是复合因素，这个复合因素啊，会让荷兰来做政策调整。那我认为有3个。第一个，在10月30号的时候 ，APEC 在韩国釜山召开，这个川普跟习近平也在那边讲过，这个达成一个共识，这个贸易战呢要延缓1年，大家又降了这个双方的税率，不管大豆也好，这个芬太尼也好，对，还有是相关的税率都向下做修调。换句话说，贸易战是走上缓解的趋势了，不然大家不会彼此。中国大陆也把这个门打开了，美国也把门打开了，这很清楚了。那美国对荷兰的常备管辖的影响力也要下降，因为这个两个巨头都碰面了，也达成了局部的共识了。那相关的政策就要下面做一些相对的、相应的调整。我认为这第一个。第二个，我们来看哦，晶片它是有急迫性的。汽车，你不管传统的汽车，这个油电车或者是这个自驾的，都需要晶片，或多或少这样。尤其是我们知道这个仪表板也好，还有空调更需要晶片，因为现在越来越精密了。那到现在为止啊，他们还找不到替代来源，所以安氏的这方面的晶片的供应，这个有它的急需。那你这样的话会造成他们的需求性的压力，他有需求，那中国大陆这就是他，那你有需求，我中国大陆是供应的，那我在这方面我就掌握了主动权。第3个，最后一个我们来看了，就是中国大陆啊，可以拿稀土做条件，那以稀土的松绑的需求来解决荷兰、意大利、法国、还有英国、还有荷兰这结果对稀土的需求，要不然稀土被抓住之后，不是汽车业，包括光伏，包括医疗的设备。包括医疗设备，也包括了电子产品，都会受影响。那这样的话就牵一发动全身。所以我认为，因为这3重的方面的条件，这个荷兰它会做调整，要不然会不是光影响荷兰，影响到其他周边的国家。11月4号，我们当时才报道说，中荷双方不是签下了这个协议吗？中欧稀土的相关协议。那么这个协议呢，现在却遭到荷兰临阵的翻脸了。原本协议的内容是说，11月7号开始，这个前执行长张学正可以恢复职位。刚刚说了。
这个荷兰突然间翻脸了。最新消息，荷兰说了张学正不能再担任执行长，还不止如此哦，他还说依照10月7号当时的法庭裁定，不止他不可以担任执行长，而且还要暂停他担任董事的职务。另外，继续死扣安氏的控制权不放。北京震怒了，他说你这样做是伤害中企的权益，你这样做，我们接下来会展开报复，这个后果是要自负的。节目一开始要请教将军怎么看了荷兰这一步反悔，它是蓄意的还是临阵的反悔？中国接下来如何请国家之力来帮助张学正报复呢？以后其他的国家还敢和荷兰这个海盗国家做生意吗？将军怎么看？我想说这件事情，我们还是要回溯一下整个事情发生的过程哈。安氏是一个半导体公司，它做的是车子的晶片，大概每一辆车子大概会用到600片的晶片。它这个晶片其实是不是很先进，也不是连成熟制程都谈不上哈。它甚至于这个荷兰称它是一个鸡饲料的一个晶片，就是它很便宜，大概每一片晶片原来的售价才25分美金而已哈。那最近是涨价了，涨了4倍到1块美金，那也是因为供货中断，所以你看它25分美金一片，事实上不是很贵的，可是它就是关键性的车辆必须要用的一个关键性的一个晶片哈。那荷兰的安氏原来做这个晶片，但是由于它经营的不好，所以造成亏损。在这样亏损状况之下，当然有需要外来的资金。这时候文泰文泰这个企业，就是中国的文泰企业，也就是张学正的这种企业公司，就把它陆续把它整个买下来。那这样的话，当然 CEO 应该就是由张学正来担任嘛，董事长，因为他本来就是我出了钱把这家公司买下来。但是这个荷兰完全就是抢夺方式，他借着一个什么理由呢？大家听一下，你觉得这个理由是合理可以去把人家企业抢下来吗？而且不是说是企业把它抢下来，是荷兰政府这个在荷兰政府协助之下把这个安泰抢下来。他用了什么理由？就是说这个你现在这个张学正泄密给他的把这个制造的机密泄露给他自己另外一家公司叫做鼎泰匠心的这家公司泄密过去。事实上后来经过调查并没有，因为事实上这个张学正在这个安氏这边还买了50台的机台，还在这边加大成本投资而且来讲的话，他在这个鼎泰匠心那边所有权这个董事会投票的时候，他也投了弃权的票，所以由上述的证明来讲的话，这个张学正并没有泄密的一个事实。但是很明显的这件事情，就是因为他转亏为盈赚钱了，所以说是荷兰借着所谓国家安全当作以他为幌子这个想要将这个金鸡母抢过去。那现在后续是怎么发生的呢？后续来讲的话，那当中国是不可能接受这种事情。可是这个公司很特殊的，它是设计或招牌是挂在荷兰的然后晶片生产在那边生产，但是后续来讲封装是在广东的东莞来做封装，也就是说在荷兰晶片做好以后，它必须要送到中国来做封装。那如果中国不让它出货来讲的话，你就卖不了。那之前来讲的话，中国当然协助这个张学正来做反击，就是说不准他出货这个封装完以后，在我中国封装，我就不准你出货。那这下子造成全球的所有汽车产业一阵慌乱当然在10月7号，原本说大家这个和谐了大家已经都谈好了，让张学正回去当他的 CEO， 但是没想到荷兰这家公司又反悔了。他现在做什么呢？他晶片不交给东莞这边来封装你就没有封装。但是他忘了一件事情。东莞这边封装厂里面，它有库存的晶片，它照样可以做封装，照样可以出货然后之后来讲的话，后续来讲，事实上它不是很这个精密的晶片，所以中国包括到中芯国际干嘛都可以制造这种晶片，那只是后续来交给安氏来采购。所以现在来讲，我觉得荷兰来讲的话，这把亏真的是吃大了。然后它后续它可能这个中国来讲的话，直接这边可以供货给在中国设厂的这些汽车产业来讲的话，譬如说是大众汽车这个奔驰等等，它在中国有设厂，它就将这些货给他了嘛，而且是用人民币交易。所以我觉得这件事情对这个中国一定要协助这个张学正力争到底，不然的话此例一开的话，那对欧洲以后的贸易，如果说其他企业有样学样来讲的话，那中国跟整个欧洲以后是没有办法
做任何交易、做任何生意。中美晶片战开打之后，现在也加入了欧洲的角色，现在帮着美国一起来对抗大陆吗？晶片战现在全球全面开打，我们要来关心的是，荷兰这一回是沦为美国的傀儡吗？因为他正式的宣布要接管大陆的安氏这一家半导体公司，挑战北京的底线。大陆作为反制，他就决定稀土来卡荷兰，是否最后是卡在艾斯摩尔的身上呢？川习会的前夕有非常多的议题，赶快带观众朋友来关心。首先，今天的3个火线话题，第一件事情，荷兰说他现在要接管大陆的安氏哦，那欧洲现在可以说，我们直接解读它就是站队美国队了吗？中美科技战确实从中美烧进了欧洲国家，艾斯摩尔有没有可能成为下一张记品牌呢？因为大陆不再提供稀土了。好，第二件事情是中国确实针对荷兰也有所反制了，祭出了2招，第一招就是直接让这个安氏，它在中国大陆的厂商呢是直接限制它的这个半导体的出口，另外也用稀土来卡喉，直接导致的欧美的车厂啊，不管是福斯、BMW 或宾士，他们现在都非常的紧张，恐怕会有断链的危机了。这是第2点。第3点，川习会前夕，我们刚刚讲的这个川普在打晶片战之外，还把台湾给拉入了。他说台湾是中国眼中的苹果，台湾会不会接下来也成为川普这一场关税战的重要筹码呢？好，我们来赶快关心的是最新消息，荷兰政府在9月底是正式的呢，说以国家安全风险为理由，强制的直接接管了中国文泰科技旗下的这个安氏半导体。今天就是要来关心这一间公司哦，并且冻结了安氏半导体旗下全球30个的实体资产，并暂时暂停中国籍的执行长的职务。中国大陆听到这个消息之后，非常的愤怒，直接回击，他说痛批你荷兰政府现在直接是把经济给政治化了吧。警告你这样子做，其实直接会影响的就是全球的供应链。那荷兰怎么说呢？因为他们认为说，是不是在美国在背后搞鬼，在背后施压荷兰？结果荷兰是站出来否认，但是他说是没有受到美国的施压的。但是来自于大陆南华早报的最新揭露，他说美国曾经以不列入实体清单为交换条件，要求荷兰去撤换中方的高层。所以这有没有美国的介入呢？仍然是打上一个大问号的。我们来看安氏怎么发布他的公开信给中国分公司的员工。他说，荷兰搞这一套没关系，我们现在就搞自己的独立，允许员工拒绝拒绝荷兰总公司在内的外部工作的任何的指令。商务部长王文涛也说了，你欧洲的动作接下来只会搞垮全球的供应链而已。而中国反制荷兰有2大重拳。首先，我们来看到它有这个限制令哦，也就是半导体的限制的出口管制令，针对安氏的东莞厂改采上4休3，也就是减少工时，也缩减出货全球汽车大厂。结果我们刚刚说了，这几家美欧的车厂直接就受到重击，不管是福斯、BMW 或者是宾士等等。另外，大陆还卡的是荷兰的稀土。最新消息，我们来看到它针对14奈米以下的晶片用稀土开始做逐案审批了，是不是会掐住接下来艾斯摩尔需要用在它的 EUV 光刻机生产的一个重要的元素呢？因为艾斯摩尔现在根据了解哦，它所需要的这个稀土恐怕很快会断裂了，它现在库存顶多就只能再撑3个月而已了。荷兰这次出手是自主的这个欧洲自主防线吗？还是它是美国的科技战的傀儡呢？中美关系的经济战正式把荷兰也拉进来了吗？大师怎么看？对，其实它这个里面就是这个等于说是欧洲国家，尤其是这个荷兰哈，它是追随美国啊，把任何的这些海外投资或者海外市场纳入所谓的安全审核的这个范畴里面。那荷兰事实上的话，大概差不多3年前就通过了一个法令，这个法令啊，事实上就变成就是说任何的并购啊，所谓的并购或者投资案的安全审查法。那这个法它通过以后，它可以回溯，因为事实上当时安氏的母公司也是中国的文泰电子啊，它2019年的时候哈，它花了巨资把那个时候经营不善的这个一个哈，它这个也是一个欧洲的这个应该好像是易泰啊，就是说就是一个晶片公司啊，把它收购了，它收购所占的股权达到79%，是，那就等于说完全控制我这个公司。
那把这个公司在在差不多4、5年的营运下来，转亏为盈，转亏为盈，然后呢，业务蒸蒸日上。欧洲的很多大厂，这个福斯汽车、B&W、Vans 都是它的客户。他做的产品主要是车用晶片。那这个车用晶片，说实话，它没有一个晶片是100奈米以下的，都是100奈米、200奈米的，所以它没有什么高科技技术含量。说穿了，你有什么安全？对，说穿了就是说这个公司在你这个欧洲这个生产以后，帮你这个公司开始转亏为盈，那你就开始对这个公司你就觊觎了。那你当时你为什么不去把那个荷兰政府为什么不去把那个当时在亏损中的那个荷兰公司安氏公司的前身把它买下来呢？对，为什么赚了钱你就变成安全有顾虑？而且你高科技的话，你有安全顾虑。你这样子的这种很普通的科技，你有什么好顾虑的？是，所以这就是明白的，就是怎么讲，就是一种野心，然后呢，借着安全之名，事实上在这边讲，在这边掠夺别人的财产。那不过中国他们当时没搞清楚，这个安氏的这个欧洲厂的所有的产品，大部分要送到中国大陆去，怎么送回中国大陆进行封装？对，哎，你的原产品你不封装是没有用的。对，中国大陆很简单，所有对安氏的这种输出全部停止，让你的安氏你就没有产品可卖了。那这一招就逼着荷兰现在好像昨天荷兰的经济部长跟这个中国大陆的这个商务部长已经通电话了。那这个怎么会解决呢？我觉得就变成说除了政治还有商务的解决，因为现在 B&W 福斯公司也开始在抗议了，说你荷兰在搞什么鬼啊？对，所以我觉得这个荷兰这个民族就是太贪心了。然后这个强盗本性不改。好，来蓝干哥又怎么看？大使讲的完全很正确，为什么你知道吗？你知道，就说安氏他做的这些，你知道他主要是什么？就是说电动窗方向盘这些开关，这些科技你认为是也蛮高端的，对。但是它在真正的跟国防科技比的话，它更不算不上什么。对，100奈米以上的这种东西，然后不行，为什么？因为我们荷兰政府发现，你这可能跟中国有莫大的关系，因为你被中国收买了，所以你跟中国有莫大关系。这什么神逻辑？本来就是这样。我现在是中国帮你把这个公司收买，就是说收购之后，现在这一家公司它是专门做什么？它专门做电子控制元件的，车上的嘛。那现在已经转亏为盈，然后全球70%的供应都靠它。但是要从哪里出货呢？要从东莞的安氏的厂出货，再出货到欧洲去的，是这样的。总公司是远在荷兰这边，对不对？那你知道现在出现什么笑话吗？我讲给你听。在东莞的总公司现在出了个问题，货架上的货不能再摆上去了，要拿那个大纸箱包起来装起来。然后呢，因为后面的货一直做出来，然后那个有从温州坐了1000多公里那个高铁跑到东莞去，我在现场买可以吧？不行，现场不出货，为什么？你去问我们领导不卖就是不卖，为什么？中国说好了，你现在制裁我在这个荷兰阿姆斯特丹的总公司是，那全球的汽车工业通通不要拿到货了，你这些，因为安氏它是全球的这个就是说最终的汽车晶圆的封装厂，要从我们东莞的厂出去的，对，有商人坐了1000多公里，然后到了现场，看到他们说奇怪，不是有货吗？卖给我们呢？不卖就是不卖。不管你是 B&W， 或者你是福斯，或者你是法拉利都要用这种，都要用他们的东西。现在不卖你就是不卖你，不卖你怎么办呢？东西积那么多，然后不卖，那就是我们国家的政策啊。我们可以不卖吧，我们可以囤吧，然后就是不卖。然后呢，不行，牵涉到另外一个问题，4000多人的工厂你现在都不卖，工人还在生产怎么办？国家补贴，上4休3，上4天班休3天，扣你1/5的薪水，同不同意？一问，26万人，就是我刚才讲4000人，对不对？
他们进行全省工商普查，26万人有17万人同意，接近2/3同意，就说我愿意少拿1/5的薪水，我1个礼拜上4天班，然后3天要休假，因为这朝向美国的那种制度前进。是，这是中国它在这个就是说巨变之下，他所想出来一个方法，而且这样可以使他的那个真的失业率不要攀升那么高。中国有的是方法解决，所以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荷兰政府你真的太莽撞了，你没有把事情想清楚你就干了。结果你现在看看，抗议你的是你周遭的荷兰的这些荷兰周遭的这些欧洲大车厂。你想想看，他们的影响力会输给你荷兰政府吗？这是商业啊，这是竞争啊，回到现实面来吧。对，这一次的晶片战，荷兰可以说几乎就是配合美国搞这一出哦。但是最后我们看到最受伤的还是美欧自己的车厂。另一方面，我们来看到除了这个荷兰配合美国之外，美国自己跟中国又持续的打这一场贸易战，而且现在台湾的晶片也会成为他们的一个关键筹码吗？我们来看到最新消息是，川普他接受福斯新闻的最新专访，他也高调的宣称了说，对于这些晶片跟药品寄出高关税的供应链正在快速的回流到美国，他非常的得意哦。他还说呢，台湾的晶片业者已经为我们美国带来了高达20兆美元的经济奇迹。他说台湾是中国眼中的苹果，强调不认为北京会犯台，并且预告月底就会跟习近平来面谈台湾的议题了。就在此刻，我们来看到北京方面也做了一个回应。第一个回应是台湾问题是中国人的事。第二个回应，前美驻中国大使警告台湾是红线，是不可能让步的。舰长怎么看？台湾成为筹码了吗？首先我要说，这个川普讲的任何话都很夸大、天马行空的，什么带来20兆的奇迹，你仔细去听，多久时间带来？未来50年吗？还是明年呢？都随他讲，对吧？所以他讲这些东西，什么这些苹果，真的我都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东西。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台湾真的要开始担心的，台湾被逼的走向了选边的陷阱，真的被逼的走向陷阱。第一个，你现在看我们台积电过去嘛，那个钱看得到，1个厂、2个厂在加，后来又说要50-50才能够免税，意思就是说，在美国生产的晶片跟在国外生产的晶片，台积电生产到要各占50。你说台积电在外面这些国家大概有18个厂，在那里现在只有2个厂，那是不是还要继续投资啊？这是一个，那可能让人想到可能要加很多钱。第二个，最近萧美琴讲了一个话，让我吓一跳。他说整个台积电的生态链都要过去。大家可能不太了解什么叫生态链。台积电这一家厂商在台湾它的底下的供应链的厂商有一个所谓叫1级供应链厂商，就是直接跟台积电签约，有400多家。然后还有一个2级供应链厂商，就是跟这400多家签约的，这样子支援这个台积电的有2000多家。如果萧美琴说这个整个供应链要过去，是不是底下相关的？我不敢说全部，对，可能要去很多。你只要去想，第一个，晶片要50都要投入，生态链要过去。能不能政府告诉我们总共大概要投多少钱？当你这个钱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你知道你不能倒那就是叫做一个叫做选边的陷阱，你不断的在加入，我不能走，我抽手，我这些东西就都没了。所以有一天他那里要是亏钱，我要再继续加下去，这就是把台湾逼到了这里。那为什么会逼到这样子？我想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抗中，一心一意抗中。因为你这样抗中，所以你的安全要靠谁？要靠美国。美国就用这个安全来逼你。其实把自己的安全交到别人的手上是最悲哀的事。其实政府的解放其实就是4个字：和中亲美就可以了。立刻可以把这个都解开。好，接下来我们要来关心到的，在西川会前夕，中核晶片的这一场经营权的争夺仍然在持续。我们来看到荷兰这一回是否夺权，而且踩了红线呢？中国这一次也做了一个反击哦。我们等一下会一起来看。那么西川会前夕的谈判桌，接下来可以看到火药味已经十足哦。先来看到今天的火线话题，等一下请来宾来帮我们做解答，就是荷兰9月份突袭式的袭击，并且取得了安
氏。那么这时候中国强硬的做了在晶片出口上面的封锁反击。到底荷兰这一场夺权是保住自己的国安，还是直接掠夺中国的技术呢？谁才是真正的幕后推手？等一下做解读。第二件事情，安氏之争会不会登上在这一次，也就是明天的习川会上面的谈判桌呢？川普真的会为盟友出头吗？还是他会反手把荷兰当作自己的筹码，一手谈一手打呢？第三件事情，欧洲车厂现在可担心了，因为没有晶片啊，产线全面停摆，恐慌情绪蔓延，晶片战会不会扩张成全球供应链的浩劫？下一个中枪的不会只是欧盟而已，会不会还包括美国自己呢？今天这些议题我们都会一起的来做解答。这一场中荷的安氏之争，我们看到全面开打哦。外媒揭露了一个真相，本来荷兰不是说吗？当时他9月份去接管安氏，他的理由是说，因为他认为安氏管理不善，而且还有国安的疑虑。但是现在最新消息来自于外媒的报道，他说真正的导火线是荷兰他们看不下去，是中国制造踩到了欧洲的痛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他说安氏的前执行长张学正计划砍掉40%欧洲的人力，并且要关闭德国慕尼黑的研发中心，甚至把英国曼彻斯特厂的这个设计机密跟设备设定，他希望能够全部转回中国厂，引发了欧洲的恐慌。于是荷兰当时就动用了冷战时期的物资可用法，用国安的理由来强制接管了安氏，也逼退了中国大陆的这一些安氏的高层。节目一开始要来请教委员了，荷兰这一招接管安氏是真的国安议题，还是假掠夺战？委员怎么看？很显然的，荷兰是假借国安之名实行掠夺之实哦。那么我要讲的是说，其实我们看最近这段时间在国际社会上发生的事情哦，从美国到国际社会哦，其实有一个不变的脉络。这个脉络就是美国跟他的盟友小弟们常常做搬石头砸自己脚的事情，有的时候砸到自己脚就算了，还连朋友的脚也砸了哦。那么砸了朋友的脚就算了，有的时候搬的石头太大了，旁边一堆愚蠢的幕僚就跟着一起搬，然后搬一个更大的石头去砸自己的脚。荷兰今天就是干了这件事，他搬了这个石头下来呢，不但砸了他自己的脚，他连整个欧洲的车企的脚全部都砸到了。所以欧洲的许多国家对荷兰做这种蠢事已经强烈的不满了。对，包含德国的这个总理，他也在这个公开表达过说你要讨好美国就算了，你干嘛把我德国拖下水呢？那我们回过头来讲安氏这个事情事实上是这样，荷兰在今年的9月30号，他动用了商品控制法，把安氏强制的接收了，把原本文泰科技的股权从100%降到只有1%嘛。那么其实在他宣布之前是9月29号，美国的工业安全局就已经宣布针对实体清单的出口限制要扩大。文泰科技本来就在美国的这个实体清单之上，可它现在扩大成什么呢？就是你这些科技转投资只要超过50%的，都要一并出口管制。对，所以呢，这等于是美国再一次的用长臂管辖。然后荷兰呢，一方面是自己有危机感，另外一方面是为了要讨好美国，配合美国的政策，然后就开始启动了对安氏的接管的动作。但是原本欧洲打的算盘是什么？安氏当时为什么要跟中国大陆的文泰结合？其实原本欧洲打的算盘是这样。他希望把晶片的设计跟高阶制造留在欧洲，把封装跟测试我送到中国，然后呢，借这样的一个模式打造欧洲自己的这个像车用晶片这些基础晶片的生产线。可是呢，这个没有想到的问题是他自己在生产的过程中，你既然文泰科技掌握了你的安氏半导体100%，我要讲100%的股权这是在多少？2017年的时候。安氏用268亿人民币卖给了文泰科技，文泰科技花了268亿买一家公司，买下来之后，难道他不需要经营这家公司吗？这家公司如果绩效不好，你难道不需要做裁员？你难道不需要做所谓的 relocation 吗？这任何一个经营公司的人都知道的。当你面临到这个人力成本过高，或者是技术有缺乏的时候，你会怎么做？你一定去找人力成本更低的地方，或者技术素质更好的地方来进行生产。而且讲得更直白一点，这家公司就已经人家买下来了，到底干你什么事啊？你既然敢卖给他的时候，就全部都卖给他了。我第一次还听到说，卖了一家公司之后，你还不能动这家公司的厂你不能关这个厂，你不能把这个设备移走，你不能把这些技术拿走。这些技术难道不是登记在当时那268亿的资产里吗？否则人家花268亿买你什么？买你一个安氏的名字吗？所以最奇妙就在这里了。你今天把人家的股权从100%降到1%，
那我要请问一下荷兰，你要不要把钱还一下呢？啊，那268亿你给人家拿走了，然后你现在跟人家说你只占1%咯，所以你当然就会导致到中国大陆的全面反击嘛。全面反击倒霉的是谁？倒霉的就是欧洲的车厂啊，因为欧洲的车厂长期以来就是依赖了安氏所生产的车用的这个基础晶片，现在这个一断货，接下来呢，欧洲的几大车厂像 BMW、像 Benz， 他们可能在出货上都会有造成很大的问题了。对，就如委员所带我们看到的，所以现在其实倒霉的就是欧洲的车厂，因为中国大陆当然早就已经祭出反制了，针对荷兰的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看到原本的这个安氏它的运作模式就是确实是在欧洲做研发，然后如委员帮我们提到的，中国完成制造，那大概70%啊，封装测试等等都是在大陆做的。那大陆做完之后再出口到欧洲国家，但是等于说大陆现在把它一刀砍断了。那目前为止，其实截至目前，过去一直运作的方式就是说，主要的这些前段都会在英国、荷兰跟德国这些地方来做研发等等。那总部会设在荷兰，然后后段的部分则是在亚洲进行，不管是在中国或在菲律宾跟马来西亚等等。但是大陆现在等于是把这一切后段都卡死，让它无法出口到欧洲国家去这些晶片，那么影响的就是确实欧洲的车厂之外，还有日韩的车厂。欧洲的车厂现在福斯已经出来说了，晶片库存啊，我们只能再撑下3周而且宝马跟宾士的产线现在也都陷入在瘫痪之中了。另外，他们还要担心的是，现在中国市场根据欧洲的说法，冒出了一堆是安氏相容的零件供应商，但是欧美厂商仍然是不敢买的，原因是安氏已经警告了中国厂的产品我们不会给你保固，也就是说你买的这些零件坏了也不会有人帮你做处理跟维修等等。现在的关键要来看了，西川会有没有可能安氏这个议题上谈判桌来化解中核的危机？卞老师怎么看？这个我先强调一下哈，这个荷兰干了一件蠢事啊，但这个蠢事的话呢是有连锁效应的。所以我这边得到的题目是说，这个北京封锁这个出口，这个生产这个封装的地方是在东莞啊。那么这里头的话呢，就是最重要的，北京是叫做杀鸡儆猴了啊，因为荷兰呢自己以为啊，替美国当小老弟啊，这个谁喊的啊，就是先敢对对方的老大开枪啊。这荷兰自己以为自己很厉害，然后美国很高兴啊，什么关税的问题。但实际上的话呢，荷兰有一个想法错误了。第一个错误的话呢，就是呢，他把这个1000多奈米的芯片当成稀土来搞啊，这个是没有用的啊，这个是非常，就因为它生产了非常多嘛，上千亿片啊，封装的上千亿片，他把它搞得，他以为这个是独一无二，他就搞了这方法，搞了一个什么暂时的法律，1953年的什么的，就勉强，美国也不高兴。那大陆的话一看以后，9月30号登了，4天后10月4号，大陆马上讲不准东莞封装的任何一个安氏的芯片出口，啊。那么这个要大家了解，这个荷兰就是搞不清楚这个状况。然后第二点的话呢，荷兰呢说谎啊，官员呢为什么官员呢出来说谎呢？因为他们现在已经倒戈了，那个马上下台的那个部长啊，就在那边讲啊，这不是我们搞的，我们没有按照美国的讲法来做，想要混过这段时间。可是底下要接上去的人会是个大麻烦呢，中荷之间大麻烦，就不让他搞。那大陆基于要杀鸡儆猴，什么杀什么鸡要惊什么猴呢？就是说很多美国的小弟想要耍荷兰这一套啊，就现在非常严重。这基本上的话呢，因为你当初要的钱啊，加起来是280几亿，当时购的价格，整个航母起来，航母让它超过300亿的人民币啊，人家买你什么？人家是最主要原来是说你总公司啊。因为大陆在买东西，就像是那个吉利买了那个 Volvo 一样啊，那个总公司都放在斯托哥尔摩，是造成一种感觉上是个洋公司好看，当初是这样子构想的。那你现在的话呢，就是荷兰的总公司还真的摆起谱来，想要当真的一样，那根本就理都没有理你，你75%以上的芯片都是在东莞做的，他根本就不让你出口，不让出口，你下就断供了，断供以后就没了。然后最重要的是，荷兰当初的条件就是你把那个张学正那个 CEO 给我换掉啊，那个文泰当中的话，大陆要了解啊，只要中国的企业受到欺负，那政府一定会出手啊。那不准出口，那就政府出手啊，对不对？你逼到最后的关头，现在这里头的话呢，一个非常重要的情况下，就是说，你现在荷兰搞这事情，对不对？一巴掌耍掉你半个脸了啊！从此以后看你还敢不敢动。现在好了，同意了，认怂了，啊，安氏出口啊。用人民币计价啊，然后维持这个，现在基本上能够出芯片啊，但是这个安氏中国厂已经完全跟荷兰断掉了，我们自己干就不要你了，啊，你这个搞的方法，因为荷兰本身人家说偷鸡不着蚀把米啊，现在是
偷鸡不着的话呢，连自己所有的工具都不见了啊，是以后再也没有工具了，所以就这个麻烦。好，那干哥呢？干哥又怎么看？其实我跟你讲哈，那荷兰为什么会搞这个飞机啊？我们真的，你援引了1952年冷战时期的商品工艺法，对不对？你认为有国安疑虑，我一直在思考，它主要出口的是汽车晶片，它跟国安有很大的关系吗？这可能就是我比较不懂的地方。为什么？因为它不是飞机的高阶晶片，或是飞弹的高阶晶片。如果它是这些，就是说这些科技产品的话，那你当然安视它有很大的国安疑虑。那它如果不是那么先进的晶片的话，那为什么政府会发动这样的制裁？会就等于是说，我现在就开始监管你这家公司了。可是问题是，它现在所影响的都是宾士啊、BMW 啊、福斯啊。福斯的库存晶片只剩下3个礼拜了。他说：“我跟你讲，只剩下3个礼拜。3个礼拜一到，我是一部车我也做不出来。那政府你要怎么办？你要怎么帮我们？就算福斯是德国车，现在德国自己本身的沃尔夫斯堡，他说我们已经快做不出来了啦。而且我们沃尔夫斯堡就是做国民车，什么国民车叫高尔夫，高尔夫是什么？大众汽车生产的。那在那个欧洲销售的非常好，为什么？它是主流，它是欧洲人主要拿来代步用的大众的一个品牌。那所以这部车是销售的非常好。现在你像东莞的这个安士的厂，他们现在封测，我跟你讲，他们那80%的货都是从东莞的厂出去的，现在完全不能出去，你怎么办呢？那你说到底会不会影响美国？好，我们现在这样来讲好了。三大封测厂是在哪里？你看意法半导体在哪里？在深圳的福田，英飞凌在马来西亚，那安森美是在菲律宾。那为什么都在海外？大家想一个问题，简单嘛，成本便宜，就是说人工低嘛，人工低他们才会设在海外。就大家看到我们那个图上面，为什么会分别在马来西亚、菲律宾？还有那个深圳，就是因为它的人工，因为什么知道？欧洲完全没有封测厂它只有什么？它只有晶圆厂。那封测这种事情是最后端、最尾端，但是需要很多人力，所以交给了成本比较低的亚洲厂。这样子连成一体的话，你的企业才有利可图嘛。所以是这样。结果现在你现在踩到自己的脚了。荷兰政府，你现在。这个厂在东莞，它现在不出货，造成了在欧洲本土的前3大车厂BMW、Benz 还有福斯都没有办法出货。那我今天讲一句实在话，很快的危机就会到来了。那你荷兰现在怎么办呢？你要像那个委员讲的，把那个股权再还给安士吗？我告诉你，中国大陆没有这么容易低头的。这件事情，我觉得你们私底下。荷兰政府一定要跟北京好好的谈，不然汽车产业马上就面临很寒冷的冬天了。